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鸭汉堡，今为大家带来搞笑的美漫幸福赞第15季第22集。今天来讲沙发选手都会魔法，奥特曼、阿童木、美少女战士和皮卡丘齐聚一堂。只见奥特曼辛巴发射一串光波，打开电视，确认真有一块老人石，它是经过几个世纪风吹雨打才形成的，是镇上最受欢迎的景点。在以前，那里常是年轻人幽会和自杀的地点，不过从今天开始，或许它就要换个用途了。只见上面一个年轻人大喊道：“他们为什么要停播《飞出未来》？”然后从老人石上一跃而下，他自己倒没事，可惜砸死下面正和女友签的男孩。今天，老人石将会被官方认定为国家自然地标，辛普森家也没有错过镇上这场盛事。小新倒没觉得这石头有什么稀奇之处，毕竟他家里还有个长得像猴子老爹呢。他话刚说完，就被猴子老爹扼住了命运的脖子。这时，秃头和秘书也来到了这个地方，看到有这么多人聚集在这里，秃头很嫌弃：“我们就不能拿天花毯子感染他们吗？我们已经打过疫苗了，你这笨蛋！”这时，小梅发现老人的眼睛里有棵树，辛巴听到之后，马上开始紧张起来。要是那棵树一直长，就会把景点毁掉，就没有人买我的爆米花了。你也不卖爆米花啊？很多关于我的事你并不知道。在宣布老人石成为国家自然地标前，小妹还有一首献给老人石的赞美诗。谁也没有注意到，辛巴已经悄悄爬上老人石，他果然还觉得这棵树碍眼。不料这树是拔下来了，老人石也毁了。没反应过来，秃头顷刻间就被这堆石头压住了。秘书本想移开石头救他，可这实在太多了，秘书崩溃了。伯恩斯先生离我而去了。回家路上，大家还处在震惊状态。小梅不敢相信自己的诗已经成了挽歌，还是一首再也不会有人听的挽歌。辛巴倒想到了一个好主意，那就是将诗歌出版。小梅也觉得不错，她可以出版一份专门揭那石头的报纸。秃头离开让秘书悲痛欲绝，就在他独自买醉的时候，秃头回来了。原来是因为他身材过于苗条，所以容身在了石缝之中。他一边觅食，一边扭动身体，还吃了一只母鼹鼠奶，才攒下体力顺利爬出。劫后余生之后，秃头想看看别人都怎么纪念他的。打开电视，新闻果然在报道这件事，所有证明依旧为逝去老人感到悲伤。他深受孩子们的喜爱，有几千年的历史，我们会怀念你的老人石。秃头听到最后一句，直接把嘴里的红茶都吓吐了。过了半天，根本就没有人提起他，其实也不是就把他忘了。接下来就关于他的，有一个老人我们当然不会怀念，他就是伯恩斯。作为核电厂老板，他在发电同时蔑视其他证明。谢谢你老人石，做了我们都不敢做的事。这一个天一个地的评价刺激了秃头，他决定改变自己在这个镇子的形象。做慈善是不可能的，他打算买下镇上所有媒体。在这之前，他还想再吸一口母鼹鼠的奶。新小妹的报纸很快就印好了，因为没有专业的出版社，发行方式也比较特别，那就是辛巴开着车一份一份往外扔。这样的方式虽然危险，却还是很有效率。不久，全镇人民几乎都看到新小妹的报纸，老人石的挽歌，明信片上印着你的风采，想到春一镇就会想到你，被大自然无情的摧毁，你成为了倒下的丰碑。在你的石缝间，我看到了真理，往事必将消逝，你接受你的命运。这首诗报案的真情连阿可都不免动容，想当初他搭档猴子死了，他都没有这么难过。弗兰德个人找到了新小妹，表示已经等不及想看下一期。无奈小新已经TNT妹妹印下来了，还收了不少订阅金，看样子办报是民心所向。新小妹就开始正式招募成员了，她的规则卡的并不是很严，什么小胖子、咕噜蛋都在这里找到了合适的职位。决定收购媒体之后，秃头和秘书出发了。一路上，人们见他就跟装了鬼似的。辛巴和朋友们更穿戴整齐，就等着去秃头的坟头蹦迪了。谁知一打开公墓大门，秃头竟然出来了，吓得三人连连倒退，逃离了这是非之地。秃头倒没有和他们计较，毕竟等收购媒体之后，才能改变人们的态度。没想到这6台负责人还是个硬骨头，不过在的骨头在绝对利益面前也是不堪一击。钱不要，美女也不要，一份冰淇淋就成为了压死骆驼最后一根稻草。小王在新闻负责绘画工作，不得不说这个挠痒校长还是挺惟妙惟肖的。小妹也很认可哥哥的能力，让他再添点鼻涕，这样读者就能笑出声了。电视台被收购之后，秃头又买下了广播站，接着是春田导购报。他终于买下镇上所有媒体、电视、收音机，甚至飞机驾驶员。掌握了媒体之后，就该向公众传播他所需要的了。报纸是秘书编辑的，人民英雄死里逃生。接着是电视新闻，从前被斥责为恶魔秃头，现在已经成为媒体人口中伟大领袖、英伟的美国人。如此天差地别的评价来源于同一个人，超能力的力量果然强大。不仅是新闻行业，动画片也深受荼毒。反对核武器的猫咪被老鼠刺穿胸膛，还被带普及核电的各种好处，比如供暖供电。然后等到猫咪问及为何不用安全环保的风电时，却被拉去分遮削掉脑袋。最后还有秃头的亲情客串，记住孩子们，核电是你的朋友。伯恩斯也是。眼见秃头连小孩子都不放过，作为唯一一个还自由的媒体，新小妹决定发声。当晚，她要在报纸上揭穿秃头真面目。伯恩斯是个垄断主义者，自吹自擂的臭屁精。新小妹努力还是有作用的，至少莱尼尔卡尔就对秃头多了几分自己的思考。秃头也看到这份未被控制的报纸，他马上就让秘书把新小妹叫了过来。新小妹态度很坚决，那就绝不卖出自己的报纸。讨好这个小姑娘对秃头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。很快，一匹小马就跑了进来，见他仍然拒绝，第2、第3匹小马驹也进来了。他们围绕着新小妹跳起了舞，看着他们眼睛里闪烁对自己的期待。
小妹确实沉醉了，但这没有改变她想法。被拒绝，小马们对她露出了凶狠的表情，然后头也不回的跑走了。秃头没想到这小姑娘这么有骨气，我要把你撕成碎片，丢滚！我不！1个小时之后，我妈妈才会来接我。对峙之后，这气氛突然又有些尴尬。你认为今天流行音乐怎么样？我认为他人无法专心做更重要的事。老天爷啊，你总是这样吗？回去之后，小妹写了一篇回击秃头的文章，没想到他们在送报纸的时候被车撞了，没开多久又被直升机夹住了车身。若是第一次是偶然，连续2次就很明显是有人操纵了。果不其然，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又被平衡车给撞了，害得辛巴直接把车开进了旁边的草坪。最糟糕的是，这里还是响尾蛇放养区。经过这场事故之后，报社成员都想退出了，生命威胁就在眼前。小妹的劝说毫无作用，就在小妹倍感落寞之时，突然听到了小新的声音：“到别处抱怨去，你挡住光线了，关键时刻还是得靠老哥啊。”小新说，他想明白了一件事，笔杆子远比燃烧大便有力。他用画笔生动形象表现出了秃头是如何消灭言论自由的。这张图很快就到了秃头的手里，虽然秘书总站在老板这边，不过他也觉得这幅画所揭露的的确为事实。他建议秃头用非暴力方式让谢小妹闭嘴。事到如今，秃头也只好同意他的提议了。接着，谢小妹在印报纸的时候就遇到了停电，这种情况辛巴也帮不上忙，家里也只有2节电池了，而且就这点电都被辛巴拿去自嗨了。校长知道谢小妹被强制停电后，说自己有办法帮她。谢小妹有些惊讶，毕竟他们在报纸上恶搞过她。不过这就小看校长了，他并不生气，反而觉得很有趣，希望把谢小妹带到地下室，这里有个油印机，是不需要电力就能手动复印的机器。再次看到谢小妹的报纸，秃头气急败坏，是时候出动我的邪恶之团了。只见书架打开，座位上只剩下森森白骨，虽然是怪物也需要空气。老板，不过秃头还有最好一招，那就是从辛巴下手。你的女儿一直是个和平绿色小卫士，对呀，她总用电解提高人民的素质。说着说着，辛巴觉出了不对劲了，你是不是想抹黑丽萨？秃头大大方方承认了，还奖励辛巴吃药，听说是为了庆祝。辛巴却没有拒绝，这些药吃下去，他的话是彻底止不住了。他是个佛教徒，喜欢检举揭发，那个衰人淫仔一直在暗恋他。辛巴的话很快出版了，他父亲暗示丽萨是个坏女孩，这种被至亲之人背刺感觉很不好受。不过谢小妹也看淡了，至少她也没有什么可失去的。没想到还真有，最新一期的报纸是丽萨暗恋眼镜仔，连月亮上都是这俩孩子接吻的画面。秃头现在得意极了，看吧，就像踩死蚂蚁一样简单。可惜啊，踩死蚂蚁并不简单，就连脚下之知他都奈何不了。小妹现在是无计可施，身心俱疲，只想放弃。沉重压力终于把她压垮了，这太不公平了。女儿的哭泣令辛巴心碎，他决定做些什么。他熬夜出版了一份自己的报纸，第一节主题就是我的女儿是一个英雄。谢小妹很为爸爸行为感动，可她也明白一份小报纸影响不了这个世界。这时又一份报纸砸在她的头上，是巴尼好脚报。巴尼说，谢小妹她认识到了独立媒体的重要性，所以她印了自己的报纸。不仅是她，川田镇家人也印了属于自己的报纸。就算一个巨头控制所有媒体，却无法阻止千千万万人站出来表达自己的观点。秃头也意识到掌控所有媒体是不现实的，为了缓解这种被打败的失落情绪，他决定去疯狂购物。金钱操纵媒体，受害就只有普通人。在网络如此发达，今天更是如此，各种营销号层出不穷，各种言论比比皆是，人人都有自己的立场。互联网中的普通人只能是盲人摸象，需要对比多方观点，才能勉强还原事情的真相。若是出现像秃头一样的资本强势介入，那么本就不明朗事实就会越发扑朔迷离。好在我们普通人也不是站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，聚沙成塔，集腋成裘，涓涓细流汇成大海。可能个人的能力有限，但合在一起却不可忽视。虽然始终无法与利益对抗，却可以始终保持着清醒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想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关注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